马上我们马大帅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，大家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他很爱生气啊。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越生气，我们又觉得越好笑。掌声欢迎邱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瑞。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，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，就难免要聚一聚，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。229下肚，他们真安慰你啊，说瑞哥，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，你愁啥呀？我就觉得你好笑。你比赵本山好笑。你早晚也能上春晚。我说我上过了。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。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，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，上飞机再睡呗。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，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。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委培吗？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，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？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，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，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，通道比我命还长啊！我不知道为啥，我每次都到机场了，想去那个 H 口，还要坐一段地铁啊！我心想，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？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？你要修到沈阳，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？你说到登机口睡吧，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呀！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。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，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。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。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。8小时，蹬快点，哥们儿回来了。这么近那么美，蹬车去河北。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，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。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？哎，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啊，以后我上班迟到了，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？他得先去买保险吗？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？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嘛？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。我精打细算过，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，这就不是一个保险，这不就是理财吗？咱买啥玩意儿，它能20块钱，40%的概率变成200啊！就光这赔率，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。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，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，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。这是真生气了。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。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，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，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啊，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，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。给你放一个遮光板，你一睡着就打开它。
我这好不容易睡着了啊，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啊，蹲下来问我：“先生，需不需要眼罩？”我看着窗外那个光啊，气得说不出话呀，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。哎呦，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啊？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，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。说是为了让我在空中能随时看到引擎，判断是否异常，然后决定要不要逃生。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我这个逃生能力了？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，你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！你就在天上按站点停呗。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：“上海要到了，没有下单。”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，我就逃生吧。小降落伞就是悲伤。我说机长师傅，哎，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？麻烦在那儿给我停一脚呗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，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，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。哎，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，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。不是你们命更贵，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？啊，全指着我呢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，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，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。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，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，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，需不需要眼罩？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，你不打开，你叉叉。下面吹，谢谢们。秋瑞锁票倒计时，来，掌声送给秋瑞。秋瑞，当你大声的说出来了航班号的时候，我和大老师互相看着说：“哇，这是真生了大气了。”对，那天怎么了？哎，那是个编的，那个我们特意规避了，没有那班飞机啊。哦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打开遮光板让能看到引擎，这个理由是真实存在的理由，对不对？我去网上查的是这个理由。真是这个啊。我们自个儿看见了，能怎么样啊？是啊，我上飞机那一刻不就把命给你了吗？对吧？对呀，所以这不真生气了吗？不是这个事儿特别奇怪，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一套说法。就是我之前在美国出差的时候，坐飞机全程它就都关着那个遮光板，早晚就是全程，起飞降落什么全是关着。然后我觉得有点闷的话，我就开了一点缝。觉得有点闷，那也不透气啊，那个东西有点闷还行。眼睛觉得眼睛有点闷啊。我以为您那个飞机能开窗户呢。打开窗户。打开窗有一个眼儿，然后出一吸管出去，这么着一直在。但我的确观察过那个引擎，有一次可能深夜开的时候，那个引擎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像爆炸一样不断的闪光，有那红灯，那个嘣那个不是红灯，你感觉是那像有火光一样，我就很紧张，我还跟那个空姐说了，我说这什么情况？他拍《西游记》呢啊，哗的云里头全是光，对，感觉特吓人。他刚才有一个地方特别好，就是那个空姐把那个打开以后说您要不要眼罩，其实都是在那个动作等于被暂停之后，他写的一大段，大概有那么2-3分钟，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文本。我觉得每次秋瑞的表演，他的这种生气状态都会激发我们每个人去想共鸣。我生活当中遇到的那种不合理的，我觉得这就是秋瑞每次脱口秀最大的贡献。是。秋瑞每回演的时候，他生气的那个点，他老停那，然后大家一块笑。哎，是这样，是的，跟着一块生气，那个点特好玩。没错。
我生气的点还在浦东 H 口，因为这个确实是我有共鸣的。浦东、北京大兴，还有天府机场，还有那种就是你过了安检就能看见那个口，从来这辈子没在那儿登过机，你发现了吗？就是那个东西是个摆设，是吧？我都坐好几百回、1000回了，从来没在那最近的那个口那儿登过机啊。登机还好，下飞机没有过。我有想过一个解决方案，一个行李箱是带那种电动轮的，坐在上面它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但是我后来觉得太羞耻了。哦，对，有好多人那种上海大姐穿一大裙子，直接在那飘过去的上课那个。所以，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对生活的发掘，再次掌声送给秋瑞。秋瑞这回让我看到了前几季我看见秋瑞最喜欢的样子，他就是骂完街之后等着大家一块儿，觉得是真可恨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只有秋瑞有，独一无二的那个样儿。这组的对抗当中，最后要出场的2位是一个漫才组合，在前2赛段，他们已经用他们的实力征服了观众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徐浩伦、谭湘文。嘿嘿嘿嘿嘿嘿哈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浩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湘文。啊，马上就要到暑期了，是，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，想去旅自由。哎呀，马上就要登机了，开心啊！欢迎登机，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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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登机。哦，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，稍微等一下啊。欢迎登机，好，欢迎登机，好，可以起飞了。等一下，我没上去嘞。哎，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？我也想成为贵宾。哦，想成为贵宾？对。不是贵宾犬，晓得吧？这神经病啊！你是？我想成为 VIP 哦，一个人包了机了。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？对，就一个人体验飞机。我一个人 OK， 欢迎谭先生登机。哦，你好，这边是您的座位。好的，帮您把行李放上去。好嘞，包也放上去，把礼也放上去。我不上去啊！我在这里蛮好，我不上去躺板板，好不好？好。谭医生你好，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。好的，请您稍作等待。没问题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本次航班。如遇什么紧急情况，您的左手会多了一枚氧气面罩，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在你的左手边。在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口音啊？双语，为什么这2个我都听得懂？是为什么呢？我不晓得，可能有国际友人。没必要，我的包机对说中文就可以了。哦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是一则飞机广播。美团闪购30分钟送达下一代购物方式。哎呀，还是个商务舱呢。谭先生，欢迎登机。好，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请您不要慌张，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。蛮虔诚的在这里啊。哪里安全了？双手抱头好不好？更加丑了，知道吧？随便快点起飞吧。请您稍微等待一下，因为您是包机，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。没问题。我是本次的乘务长，这位是 Cherry Pili。Cherry Pili 是本周的接榜歌手。你有毛病吧？接榜歌手，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？不是，他是接榜歌手，他是那个歌手。歌手谁不是明星呢？啊，我知道他是下去，晓得吧？没有，他是有下去，我包机了。sorry， 他don't like you。Get out！ 安全带要系好哦，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好了，稍作等待。你坐我旁边吗？对，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。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，还蛮好笑的嘞，真的。稍作等待，马上起飞了。好。可以起飞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？驾驶舱啊？谁在驾驶舱了，大哥呀？太吓人了吧这！你不是乘务长吗？我也是本次的机长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，你不要害怕，好吧？稍作等待。呼叫塔台，这里是 CS38664航班，有信号吗？好的。好的。没信号。没信号在跟谁讲了，大哥？怎么没信号的，大哥？现在有信号了。你别现在有信号，要一直有信号。有信号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，可以起飞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。在国道上面啊？不上高速啊，在跑道上面啊。现在位于跑道上面，可以起飞了。等一下塔台，我问一下，
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，穿着个反光的马甲，拿着个红蓝的棒子，他是要查我酒驾不？查你什么酒驾了，大哥呀？那是个地勤喊你飞了，随时准备起飞了，飞了。好的，5、4发射火箭在这里啊！1哆来咪发。干嘛？开飞机，开呀，开场干什么？在这里唱什么？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了。啊，这是个升空飞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，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。这是什么鬼设计的，大哥呀？啊，是这么设计。飞了好高了，现在2米，2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，大哥呀？别怕，我们有降落伞了。降落伞有什么用啊？2米要什么降落伞了？对面了，看见这个学生背着书包跳下去了，晓得吧？你不要着急，你着急，你飞行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？平时不是我飞的，谁负责飞嘛？XRP你飞的。你的肩膀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，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呢？没有这么搞的吗？你把他赶走了，怎么飞嘛？现在反正我唱不上去了。要不你试一下？我不是飞不起来就没办法，那就飞1米，那就别飞了。飞，我飞。哎呀，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。高一点，稳一点，有点抖，要稳一点。高。可以，飞起来没？飞起来了啊！可以，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，吓死个人了，知道吧？是。你刚才真的相信了？你什么意思了？你是？你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啊？你到底是怎么飞的？你说他可以通过声调来飞。你要实在唱不上去，我拉个摇杆。你直接拉摇杆会死啊！在这里啊！我不是想让你放手放在上面，自动驾驶了。哦，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。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？放轻松一点，吓死了。风景这么好，放松一点嘛。我问你一下，我包机了，就飞机上面就我们2个人。那我可以。我晓得。你先给我演慢才吧。扎眼了，大哥呀！我想来一根那个。抽烟了，想在飞机上面抽烟，那专辑肯定不一样，那抽的是你负责不？你说不能抽嘛？你是不抽不？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？我以为专辑不一样。憋会儿下去再抽。好，飞机上能抽烟。等一下到点了，给你发飞机餐了。我不饿了，我饿了。你发。来，腿收一收。2个人推什么餐车过来了？你看你吃什么？有什么呢？有一个中式的，还有一个西式的。中式的是牛肉饭，西式的 beef rice， 没得选了，大哥呀，随便喽。随便是吧？随便喽。好了，起明火啊，在这里啊！你疯了是吧？现炒啊！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根烟算了，晓得吧？不吃了，不饿是吧？我不敢，晓得吧？我以为你推个餐车，推个灶台过来了，在这里啊。我想起个事情。什么事？你上飞机之前，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？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，那总比不做好嘛。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嘞，大哥呀。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？我那个要例行检查。查。行李箱在哪里？这是行李箱是吗？密码锁啊？对，我猜一下。我告诉你快一些好不好啊？3个3。1 2 3，1 2 3。东西蛮多。我问一下，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？丢掉。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不？短袖，拖鞋，袜子。你平时不穿裤子？你不穿裤子，晓得吧？没事不穿，你不能没找到裤子，就是我没穿裤子，晓得吧？有裤子了在这里。裤子我就说，火柴。这个可能忘记了，放在口袋里面。哎呀，那丢了，要帮你把衣服丢掉啊！丢错了，晓得吧？丢火柴了，谁丢衣服的那个？丢反了，知道吧？丢火柴，点燃了，丢啊！干什么？烧起来了，这个烧起来，谁烧起来了？你这是？你快点哦！快，灭一下！哎呀，更烧了，晓得吧？在这里啊，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，快灭它，晓得吧？不用搞了，烧干净了。
没事，几件短袖嘛。啊，几件短袖没事没事，但你又用不到你的。谁用不到了啊？嗯，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？嗯，你去哪里啊？三亚。你不是去冰岛吗？谁去冰岛了，大哥？我去三亚。我导航打的。我去三亚。没事啊，反正都是出来玩嘛。没事，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。对啊，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，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。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！我去三亚，你把我拖到冰岛，我带的全是点短袖，还全给我烧了。这里还有2个火柴呢。火柴有什么用了，大哥啊？冰岛嘞，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？啊！那你非要去三亚？什么叫我非要去？我本来就要去的，知道吧？好，真的是干什么了？给你加个途径点不？开滴滴专车啊，在这里啊，加途径点，你想想办法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什么？那就是我手动驾驶，给你开过去。你能开不？脱离自动驾驶。当然我是机长了，坐好点，别挡着我看后视镜。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了？我跟你说清楚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？有点借我一下。啊，好，可以了。你近视啊？啊，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？我戴眼镜不好看。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吧？这不安全了的。我跟你说清楚啊，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啊，待会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别讲了，我们飞过来了，晓得吧？隔得好近了哈，比翼双飞了，在这里，快，这怎么办啊？我这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我好，你别慌了，没事，你别急，没事。我跟你说。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啊，不要左摇右晃。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。他的全责。飞机了，哥哥啊，碰一下就没了，你把我命当命搞了，好不好啊？晓得。快点逼一下，往左边逼，这么难拉吗？慢点，没事，别急，快点，上懒呀，在这里还快拉。哦，好。喂，什么？先去湖南？凭什么啦？我去啊？我不去。好了，谁去湖南了？我已经落地了。就落地了。可以，我晓得了。我不落地了。好了，那怎么了？为什么去湖呢？是不是？那怪谁呢？怪我那还不是怪你，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叉瑞霹雳改下去。怎么了？好了，他才跟我说什么？我是本周的接榜歌手。神经病！哎呀！还得是人家慢的，人多力量大。姚浩伦、谭湘文锁票倒计时。来，再次掌声送给2位。谢谢。你拍的点是什么，大老师？我最后拍的，我接榜歌手当然要拍，就是什么都往里搁呀，太好玩了啊！中间那块那个唱那个青岛高原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东西行吗？是没弄住嘛，然后结果突然间来一个那个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就是为什么能想到把这些接榜歌手这些都放进来？对他们，反正这个形式什么都往里搁哈。想到什么就加什么呗。是，你不也进去过吗？我们段子里面，你要不开门看看门口站的是谁嘞？谁？张绍刚啊！谢谢你们。这回是怎么对账的？你们不是说每回都要跟上次对账吗？去年第3期是开车，对，是开车啊。这回是飞机哈。飞机，太好玩了，太厉害了。是在那个青藏高原之后反转那个地方你拍的？对，那个声控飞机这个太荒谬了，太荒谬了。前提很飞，对，他们所有的表演都会让人在真实荒谬真实之间反复的这么游移。于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是，到底那个荒谬的程度能飞到多高？而他们俩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节，这里面有3个地方是跟之前那个像 callback 一样，讲到我烧起来，然后他往身上倒水，还有说沿途的风景，这些都是以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些点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然后因为他们俩总是特别一本正经讲很荒谬的东西，我会相信。他刚刚讲那 Cherry Petty， 我说这是哪个歌手？他根本就不是个歌手，没有这个人。对，所以我刚才我就会完全的带进去，这是他们特别牛的那个地方，我很喜欢。他们是典型的那种，在他们自己作品里没有表现到最好的时候，也过了那个拍灯的线的。是那种所谓超一流的选手。对，他们两个鼓励了我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，下回我一摁那个叫那个服务员的灯，然后服务员过来问我说：“先生，你需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给我你的尖叫。”然后给我你的尖叫，然后你每台飞机只能坐一个这种人啊！然后在这他们俩这直升机坐着，就是感觉其实因为他们两个呀，就是有时候看这种荒谬的东西，就让你能活得更勇敢一点。因为生活总是告诉你好多东西就不能干，
对吧？然后他们突破了这些框架之后，就能感觉你能，就说活着，既然只是活着，那我为什么不能更有趣一些呢？别人认为的荒谬，我既然做了，那我自个儿很开心呢。其实他们能给我一种这种往那边多走一点的勇气，我觉得这种挺好的，更热爱生活。太棒了！来，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。同时，要回到现场的不光有秋瑞，还有2队的所有朋友们。来吧，来了。哮喘这块得到的票数是一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他们的票数。秋瑞一看就是老手啊，这很稳。他也说的是飞机，我们说的也是飞机，就感觉缘分。哎，也是差不多少哈，10分，268。其实很接近，只差了10票。哇，真准！我第6感超级准啊！说明2组演的都非常非常好。279、289，马大帅748，四大天王795，47分。哎，我们要恭喜四大天王3组演员进入到下一轮。恭喜哈曹，恭喜小齐，恭喜刘浩文、谭湘文。来，走。你把拿走，走。谁是你们4个人里面最松弛的人？徐浩伦吧。我吗？他网瘾太大了，有点。他的松弛感能感染到别人。你要我自己，我可能没有办法第2天玩到4点5，但是突然就想着，人有几个少年呢？18岁的自己陪着玩一玩。我是觉得睡觉没必要睡那么久，但我觉得谭湘文还蛮心灵导师的。哦，就是这2天那个黄子韬淘汰我那个 cut， 大家都看了，然后他们都老学黄子韬，然后说我东西太简单了啊，一堆黄子韬。但是我想起他饰演的黄子韬，他给我发链子，他说特别喜欢你，给我逗得乐乐。徐浩伦说一下，我说啥？因为是比较同频，你怎么就是如果同频的话，怎么安慰我在想这个问题？一起哭，一起笑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2个人都心情不好。基本上是这样子。这不都这样过日子吗？就是，哥们过日子。